好，本来喊了停战，现在又开火。我们来关心是川普现在一边喊说美国人民要他们美军回家，但是一方面又派了美军猛轰哈格岛的石油命脉，这是最新消息。是不是接下来要打地面战，却又怕死伤会撑不住呢？另一方面，当然了，伊朗同样祭出了各种的报复，现在号召了，包括了他说青年筑起了人肉围墙，在这一些基础设施、电厂的附近给包围起来，就怕美国真的发动了这个攻击。另外呢，伊朗还有1400万人不怕死，真备战，这是来自于总统的说法。下一步，难道伊朗真的会轰波湾的能源命脉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本来说要和谈了，但是私底下的行动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今天来看到美伊双方各有哪一些最新的动作。最新消息是来自于这个《华尔街日报》还有伊朗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军在清晨突然间又突袭了伊朗的能源命脉哈格岛，一口气打了哈格岛上面50个军事目标。还好这一起攻击是没有攻击任何哈格岛上面的石油设施了，不然这个油价的部分恐怕又难以想象了。哈格岛对于伊朗来说非常的重要，我们之前都介绍过了，它拥有皇冠上明珠的称号，掌控伊朗90%的石油，是重要能源命脉，更是全球油市能源的一个关键节点。川普是这样说的，他要让伊朗文明毁灭，永远无法复原。而且针对于哈格岛上面的石油，川普说过，我会拿走石油，因为伊朗有石油可以任人取用啊。不幸的是呢，我们要拿石油，但是美国人民却希望我们回家。如果是我来做决定的话，我会把这些石油据为己有，趁机来赚大钱。这是川普的最新说法。以色列军方则是说了，呼吁伊朗的民众啊，你赶快做了一个示警哦，9点前不要搭火车或者是铁轨附近，赶快离开，否则你的生命危险会面临巨大的威胁。这是来自于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最新的一个威胁。好，我们先来关心川普嘴巴上说会停战，达到2周的时间，但是实际上马上在这个和谈说出来之前，又针对了哈格岛发动了最新的攻击。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在为下一波的地面战又偷偷的在准备、在预备吗？委员怎么看？对，当我们看到川普说他喜欢石油，他就可以去抢石油哦，所以我才说，川普有没有把伊朗打回17时代不知道哦，但是川普让全世界都回到了强盗时代了。就川普正式宣告，你想要什么你就去抢，没问题。所以他可以去抢石油，中国大陆有一天可以来抢台湾，北韩有一天可以来抢南韩，反正你要，只要你兵强马壮，你就可以抢天下了哦。就川普现在宣布了，全球已经进入了这种强盗时代了。那川普讲这个话，其实终于让我们看到说，原来长期以来哦，美国号称是世界警察，结果你叫他把那个警察的制服脱下来之后，发现原来他身上刺龙刺凤啊，彻彻底底是个黑道哦。那只不过是披了一个警察的外衣。但是抢石油，你说打哈格岛就可以抢石油吗？我也觉得很妙哦。就你抢到了石油又怎么样？你出不了荷姆兹海峡，你再多石油也没有用啊。关键又不是在那个哈格岛哦。那但是第二个，我认为这场战争能不能停战，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以色列哦。其实川普已经做了好几手的策略了，就是不管是川普或者是他的幕僚，我们看到他这种自我催眠、精神式的胜利，这是一种。但是同时，如果大家注意到最近的美国的这个媒体所释放出来的另外一个讯息是什么？是以色列纳坦雅胡刻意误导了川普。甚至你看到今天《纽约时报》所公布的一则新闻出来，他连川普当时在开最后决策会议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回答都写得很清楚哦。这些人的回答，除了赫格塞斯认为该打以外，其实 J.D. Vance 开宗明义就讲说，你知道我是不同意这场战争的哦。那你更不要讲说，在那场战争，在那个会议里头哦，这个媒体都已经报道了，说这个卢特尼克不在，能源部长不在，国家情报总监不在。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授权到参与到这个会议里头，所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美国正在建另外一条防线。就如果这种自我催眠式的胜利没有办法让大家接受，他们就干脆一股脑把责任都推给了这个纳坦雅胡了。反正你就是个骗子，是你来骗大家的哦。那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场战争如果接下来美国还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呢？这不是第一次了，从这场战争一开始，美国就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各位还记得吧？上一次说48小时之后要开始和谈，就川普要出来讲话，我们以为说他要讲胜利了，没有，宣布继续再打2周。所以这一次到底会不会又重新再发夹弯一次，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盘点哦，就是美国今天如果要打地面战，他可能打什么？
外界现在预估的，我认为可能性都不高哦。我们看了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外界预估说，第一个，在伊朗南部像诺曼底登陆式的大规模登陆，这个恐怕做不到哈，因为美国现在的兵力只有1.7万的部队，你要走这种诺曼底式的登陆哦，你要付出非常庞大的损失，尤其是伊朗现在的反舰飞弹还很充足。然后第二个说打通荷姆兹海峡，不用讲了，这过去这几天我们都讨论过了，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啊。那第三个说占领哈格岛，美国如果蠢到去占领哈格岛，美国就当靶子了，就在哈格岛被歼灭掉了。所以现在外界的军事专家认为，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从借道伊拉克，从伊拉克进伊朗的这个胡斯奇坦地区。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有利于美国的机械化的部队进入。如果要打地面战，然后第二，因为那个地方接近了巴士拉地区，这个巴士拉地区是这个伊拉克巴士拉地区是美国非常熟悉的地区哦。然后第三个就是胡斯奇坦是伊朗非常重要的这个能源生产的地区，所以如果能够攻下这个地区，当然对伊朗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大家如果看一下伊朗地形哦，就会我就直接回想到当年8年抗战了。伊朗的地形哦，这个高原实在太多了，这个地势太崎岖了，所以就算美国能够从借道伊拉克进入伊朗的西部，伊朗什么都不要做，就光靠地形就把美国耗死了。用地形争取到了这个空间，用空间来换时间。美国的部队恐怕没有办法在真的发动地面战，根本没有办法在伊朗的地面上得到任何的这个实质的胜利了。好，现在看起来美国要发动地面战，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那另外一头呢，伊朗刚刚讲了嘛，美伊双方互不相让，持续的做攻击。伊朗也不是省油的灯，确实许多的动作都可以看到，它还在积极的备战当中。同样，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在今天早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这个波湾国家呢，它的警报狂响哦，说是受到了攻击。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也侦测到了，持续的侦测到来自于伊朗的飞弹攻击。好，我们看到总统这个伊朗的总统他喊话，现在有1400万我们的人民表态愿意为国牺牲，并且呢，青年已经组成了人肉的围墙，围住电厂来维护基础设施。如果美以真的敢攻击的话，那这个导弹啊、炸弹炸下来，那就会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战争罪的画面，等于是人民就无辜的因此死伤哦。这边伊朗的另外一方面也持续的宣告，如果美国敢攻击，他们就会轰炸波湾的民生跟能源设施，并且在军事上持续的对美军发动行动。伊朗说他打中了迪黎波里2栖攻击舰跟林肯号。干哥怎么看现在伊朗的战力的部分？我完全同意刚刚大千讲的，你知道吗？你说美军你要从伊拉克的东部进入到伊朗西部的话，你以为那是什么？有公路很多条吗？可以开着战车就跑进去吗？那个才是你的大麻烦。就像刚刚把 F-15的那个战斗机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一次行动你看又炸掉2架，每一架1亿的那个C-130运输机，为什么？因为他们当初在判断下得去也上得来，结果下得去上不来，为什么？飞不起来，都是泥土路啊！我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美军要进到伊朗本土啊，那个有许多的地形、水文、天然资源等等的这些数据，那不是像你在打伊拉克，你打伊拉克已经累积了10多年的经验，你要进入到伊朗，伊朗现在总统裴德斯基突然冒出一句话说：“我有1400万青年人准备等着你。”其实老实讲一句，这个1400万不夸张，知道为什么不夸张吗？因为伊朗大部分男性都会使用突击步枪，他们都会使用，为什么？因为这是回教穆斯林他们那种习惯，就是说你在家里拥有枪支是不违法的，你知道？经过短暂的训练就可以上战场了。所以有70万的巴斯杰，就是巴斯杰民兵，那个也是很正常的，他们跟国家是利益完全绑在一起的，由他们来号召组成100万大军，其实这绝对不是你想象的伊拉克战场啦。而且你要进去的话，你从空域突击进去的结果，还是得不到从地上去直接攻打的那种结果，因为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队上去，才有办法得到实质的效果。更不要讲说，先不要讲打到德黑兰，那个是太早的东西。你要先进到能够控制这个17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说句实在话，那会把美军整个给拖垮，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是觉得说，像伊朗国内的有一些本来他们是反政府的人哦，后来他们在西方的推特上面
他们爬墙回答了，就是说在西方的人的一些疑惑，说啊，你们觉得川普他这一次达成和平协议，就有本来是反政府的人，他们就说，我跟你讲，这个人根本就疯了。为什么？本来我们很欢迎美军来教训一下我们政府，结果他现在教训的是我们的大学，他炸的是我们的女学生跟儿童。我想人心怎么会服气呢？你不要告诉我战争一定会死人。其实你们美军最擅长就是精准轰炸，结果你们炸的都是这些无辜的老百姓。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多少伊朗百姓平民死亡？1500多人，受伤的5000多人。所以到这个地步上，其实老实讲，伊朗本身反美的情绪是很高涨的。他们说，美国已经成为目前最受不是光我们伊朗人讨厌的，而是受全世界只要是正常的人都所讨厌的一个政权的。这一切都是川普造成的，孰以治之？川普，你要为你自己。对，确实，现在是连美国的盟友都对美国画上了非常大的一个问号。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川普持续的喊话，把伊朗石油据为己有，他说要赚大钱，这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那岳老师又怎么看？这个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你知道吗？就是说我很羡慕大钱，然后你的钱我要据为己有，凭什么呀？对不对？那个人跟人之间有一个起码的道德规范嘛。但是我觉得我刚刚稍微思考了一下的问题，我觉得川普他基本上认为把人家有的东西我想要就抢过来，是一个他基本上受的教育，这个就是美国人认知的水准。我说句良心话，这种真的非常难以理解，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就是因为川普这边就抢人家的钱财，抢人家的油啊，就把伊朗就当成了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就抢得不像话，马杜罗绑得像是个什么，穿那个。什么拖鞋啊，什么绑到美国去什么的这种感觉。那我这边的话呢，要分成这几个部分。那个川普喊的撤军啊，是不得已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事情啊。就川普底下那个海格塞斯啊，他那个战争部部长只会拍马屁的。就是听到说是要展现出英勇，那个川普是要钱，那个海格塞斯是勇猛的话呢，要派军后，然后底下的参谋讲说，哎，绝对不能派啊！这样讲，他讲说你给我滚蛋啊！就挣钱换将，一大矛盾啊，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川普把伊朗石油据为己有的时候啊，这种说话里面，其中我感觉他其实是无耻又无德啊，对不对？你据为己有的话呢，你要干什么？那关键是荷姆兹海峡。我们现在退1万步讲，大家都没道德了。就是你要拥有的东西的话呢，那个石油当中，伊朗那边石油当中是荷姆兹海峡他走的，人家是实质上防守的。我说句良心话，上礼拜大千就讲得非常好，说原来荷姆兹海峡根本就没有限制的，现在变成伊朗生财的工具。伊朗以后不产油了，光收钱就好了，对吧？这个第二个非常矛盾。然后第三个的话呢？这个他违反了国际法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就我们一般来讲交往的时候啊，我常常就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要做人？为什么要有下一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感觉到他们的未来是好的，未来是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一定的秩序，有一定的规范。那像川普这样的人的话，他基本上就是个疯子。那所以我这几天的话呢，就是说要影响美国人，就我的范围内啊，影响几个，就是说当初觉得美国很好，现在变成美国人讲，我说你们那个什么国家啊，你们这怎么选择这种人来？没有一个人回应啊。都觉得美国好像确实有点问题。我说不是有点问题，是很多问题啊！你一定要了解这种情况。而且我看到裴泽斯基安讲这个话，我就觉得好想笑。你们还记得吗？川普上个礼拜说裴泽斯基安是一个温和的政权，他可以对谈、可以对话的政权，是他可以接受的。就裴泽斯基安昨天就出来呛狠话，对啊，然后搞这个人肉防护链。我看到人肉防护链，我觉得好熟悉。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阿扁曾经搞过牵手护台湾，一模一样。但是人家伊朗比较带种啊，是艺人加运动员啊，在人肉链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在学这一套，搞了个半天，我们是没有生命危险在那边牵手护台湾了。他们伊朗是牵手护台湾的升级版2.0版。对，好，谢谢委员，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